大家好，我是4213，感谢大家的支持。上期点赞过1万，所以本期接着来讲魔兽世界编年史的故事。在上期，我简述了从魔兽争霸3结束到魔兽世界开启前的这段时间内都发生了哪些剧情，也详述了谢瓦纳斯与恐惧魔王间的争斗、灰烬使者亚历山德罗斯的陨落，以及天灾军团在3战后的种种行动。而我们本期要讲的故事是兽王雷克萨偶然造访部落主城奥格瑞玛后所引发的一系列故事。在以前的60年代编年史中，我曾简短的讲过这段故事，而今天我们要重温经典，完整讲述冰封王座的最后一个战役杜隆塔尔的建立，又或者称是额外战役雷克萨战役。相信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对这个战役肯定不陌生。该战役明显有别于其他战役，与常规侧重于战略和 RTS 操作的关卡不同。雷克萨战役要更侧重于探索冒险、完成任务、获得神器装备这些 RPG 元素，风格上更接近续作魔兽世界的风格。说起来，2003年7月发布的冰封王座与2004年11月北美首次的魔兽世界在开发时间上是有重叠的。据说暴雪设计额外战役的初衷不仅是为了承接魔兽世界的剧情，更是想让玩家提前体验一把沃3版的魔兽世界。话说额外战役真是给不少沃3玩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影响了一代沃3地图作者，使他们使用地图编辑器还原出了许多魔兽世界或是官方小说中的剧情。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说不定以后我会专门出些视频来聊聊这些泛制版的沃3战役图。话再说回来，雷克萨在魔兽史上的第一次亮相是在冰封王座的额外战役中。由于雷克萨的高人气，后来官方通过小说和设定补全了雷克萨的故事。在过去的编年史节目中，我们曾说过雷克萨来自一个名叫莫克纳萨的种族。最初这个种族是诞生自刀塔食人魔和兽人奴隶的残忍实验，莫克纳萨兼具食人魔的力量与兽人的智慧，那使得他们被食人魔所奴役。后来在双狼氏族兽人的帮助下，莫克纳萨一族才获得了自由，其首领莱欧洛克斯带领族人迁居至戈尔隆德，而雷克萨正是莱欧洛克斯的儿子。基于莫克纳萨是混血种族的特殊性，兽人和食人魔种族都不太欢迎他们，所以他们才选择了孤立独存，而年轻的雷克萨却并不认同族人的生存之道。再后来，旧部落初代酋长黑手在恶魔之血的影响下，几乎学习了整个德拉诺星球。正当黑手准备向莫克纳萨动手时，雷克萨主动加入了部落，并请求大酋长能够放过他的族人。如此这般，莫克纳萨种族才得以留存了下来。那时的雷克萨相信部落能够为莫克纳萨找到新的水源与食物。随后几年，雷克萨跟随部落先后参与了第1、2次大战。这期间，雷克萨驯服了一头黑色恐狼，他给恐狼取名为哈拉萨，这便是雷克萨的第一个动物伙伴。在防守黑暗之门的最后一战中，一位重伤的兽人术士企图用法术吸取雷克萨的生命，为自己疗伤。危急时刻，哈拉萨撞开了术士，但同时他也不幸被术士的法术击中，化作了尘埃。目睹动物伙伴被杀，雷克萨随即干掉了这个术士，为自己的动物伙伴报了仇。其实，在之前多年随部落征战的过程中，雷克萨早已厌倦了杀戮和兽人种族间的背叛。当哈拉萨为保护自己而失去生命，以及德拉诺和自己的族人被毁灭的消息传来后，雷克萨终于醒悟了过来。从此之后，他便脱离了部落，游荡于荒野之中。在艾泽拉斯荒野游荡的旅程中，他结识了一位新的动物伙伴棕熊米莎。动物伙伴是雷克萨的标志，也是他被称呼为兽王或者是驯兽师的原因。当然，还有不少人喜欢叫雷克萨为蝙蝠侠，这是因为雷克萨头戴的面罩与蝙蝠侠颇有一些相似之处。虽说雷克萨还有一些其他的动物伙伴，但米莎绝对是最常伴雷克萨身边的那位。在接下来的10多年里，雷克萨与米莎一起游历于艾泽拉斯的各处。在黑暗之门开启后22年时，他们甚至渡海来到了卡利姆多大陆。当雷克萨与米莎穿过了贫瘠之地，来到了杜隆塔尔时，他告诉米莎，尽管多年的荒野流浪难免会感到孤独，但之前的经历与他这些年的观察都告诉了他，只有野兽不会欺骗人。正在此时，从不远处传来了兵刃碰撞的声响，雷克萨带着米莎循声看去，发现是一群野猪人正在围攻一个老兽人。雷克萨眼见此景，连忙冲上前去，帮兽人赶走了那些野猪人。然而老兽人莫格林已经在战斗中身负重伤，雷克萨看出对方撑不了多久便会死去，兽人也知道自己命不久矣，只恨自己不能亲手将报告送到大酋长那儿了。鉴于老兽人心中的荣耀感，雷克萨自愿帮他送出信件，完成对方的遗愿。兽人非常感谢雷克萨的义举，同时他也嘱咐雷克萨去奥格瑞玛找到萨尔大酋长，只是他话还没说完便撒手而去。于是接下来远离社会已久的雷克萨还是免不了要与他们打交道了。这里要为雷克萨心态上的转变多言语几句。兽人部落原本非常崇尚荣耀，但是在恶魔之血的影响下，兽人失去了对荣耀的追寻，只剩下了杀戮。当初雷克萨脱离部落是因为他厌倦了杀戮和背叛，如今当他从老兽人那看到那份失去已久的荣耀时，
雷克萨非常好奇兽人们是如何找回了荣耀，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于是他带着好奇心与老兽人的报告前往了奥古瑞玛。沿着道路走了一段，便来到了建设中的奥古瑞玛。眼见此景，雷克萨不禁感叹，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过这样的城市了。他感觉到这里充满了荣誉与骄傲，而这正是他所向往的。往里走不多时，他就见到了正在指挥加固建筑的大酋长萨尔。雷克萨走上前去，将报告呈给了萨尔。萨尔接过报告，连忙询问起莫格林的下落。于是雷克萨便将先前所发生的事以及自己的身份如实告诉了萨尔。听闻雷克萨是穆克纳萨最后的传人，萨尔非常欢迎雷克萨能来奥古瑞玛做客，同时这也是为了感谢雷克萨送信的义举。萨尔的慷慨发言让雷克萨倍感暖心，再加上先前在荒野中实在流浪的太久，他也愿意在这里歇歇脚。只不过他不愿意白白接受款待。经过考虑，雷克萨决定与兽人一起建设这个新家园，用自己的实力来赢得在部落中的一席之地。于是他问大酋长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地方。萨尔看出了雷克萨务实的行事作风，所以他告诉雷克萨，如果想有所建树，城中有不少人需要帮助，这些人会为雷克萨指明方向的。接着萨尔又为雷克萨引荐了暗毛部族的洛坎。在之前的兽人大逃亡战役中，我曾介绍过部落与巨魔中暗毛部族的相遇。当时有一部分巨魔跟随萨尔来到了卡利姆多，参加了海架山之战，其中洛坎就是先行跟随萨尔的暗毛巨魔之一。而在战斗结束后，暗毛部族的首领沃金也带领剩余的巨魔穿越了大海，与萨尔会合了。巨魔们在杜隆塔尔附近的回音群岛建立了新的家园。在之后的剧情中，雷克萨尔等人也会造访回音群岛。在说回当下，洛坎作为向导，带着雷克萨先是见了双狼氏族的大萨满德雷克塔尔。德雷克塔尔是老一辈的兽人，当初他随萨尔参与了第3次大战，与眼下奥古瑞玛的建设工程。在后来的魔兽世界中，他又受命回到了东部王国的奥特兰克山脉，继续领导双狼氏族去了。当下他很快就认出了雷克萨是位穆克纳萨人，得知雷克萨是来帮忙的，德雷克塔尔将寻找微光草的任务交给了雷克萨。接着洛坎又为雷克萨引荐了纳兹格雷尔，来自双狼氏族的纳兹格雷尔是萨尔的顾问之一。在后续的燃烧远征版本中，他带领部落成员来到了地狱火半岛的萨尔玛，相信部落玩家应该对他是比较有印象的了。目前他正在为附近阴神人的滋扰而感到发愁，所以他想请雷克萨去干掉那些讨厌的阴神人。另外，在奥古瑞玛中还有个地精加兹鲁维，也希望得到雷克萨的帮助。众所周知，地精在沃3以及魔兽世界早期都是中立种族，只要有钱，他可以为任何一方势力效力。不过加兹鲁维则属于是亲部落派的地精。在第3次大战后，萨尔雇佣加兹鲁维为奥古瑞玛的总工程师，在建设城市地下水道的过程中，地精意外挖到了一个狗头人巢穴。毫无疑问，这些狗头人的出现严重影响了工程进度，所以加兹鲁维想请雷克萨去为他们封闭狗头人的洞穴。接到了以上3个任务后，雷克萨与洛坎依次去完成了采集草药、击杀阴神人和封闭洞穴的任务。值得一提的是，在帮雷克萨采集好草药后，老萨满表示最近的雷霆蜥蜴变得有些古怪，好像有什么东西激怒了他们，回头他会亲自去雷霆山深入调查的。这为后续的可选任务雷霆蜥蜴埋下了伏笔。顾名思义，可选任务是可做可不做的任务，这些任务不会影响主线剧情，但是会起到丰富剧情的作用，并且还会给一些不错的奖励，甚至会给玩家可操控的英雄，比如大家非常喜欢的熊猫人英雄橙风暴烈酒就出现在这个战役中。所以在后面的叙事里，除了主线剧情外，我还会挑选一些比较有趣的可选任务来讲解。继续说回到剧情上来，雷克萨帮助众人的事迹传到了萨尔那里，萨尔再次感谢了雷克萨所做的一切。正在此时，纳兹格雷尔想请雷克萨去边哨站一趟，因为最近有报告称人类出没在部落的领土附近，所以他想让雷克萨去确认一下边境有没有什么异常。临出发前，萨尔告诉雷克萨，德雷克塔尔去雷霆山调查有关雷霆蜥蜴迁徙的情况了，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顺路去那边看看。接下来，雷克萨顺路去了一趟雷霆山，刚进入那里，众人便遇见了德雷克塔尔。老萨满表示，原本雷霆蜥蜴从不离开山谷，但最近似乎是有什么激怒了他们，这导致生物开始向别处迁移。他想搞清楚这背后的原因。没想到，当众人来到山谷深处时，几个人类士兵却出现在了这里。雷克萨不明白这些人类在这里干嘛。德雷克塔尔也奇怪，在第3次大战时，人类与部落结下了停战盟约，战后他们迎来了一阵相对和平的时期。可现在这些人类贸然深入部落领土，实在是蹊跷。雷克萨看到在不远处有一座人类伐木场，便推测一定是人类砍伐了树木，导致雷霆蜥蜴的栖息地被破坏，所以才变得如此暴躁。雷克萨提议应该尽快毁掉那座伐木场。听闻此言，老萨满连忙拦下了雷克萨，因为攻击人类建筑可能会引发战争，
为今之计只能先解决掉那些暴躁的蜥蜴，回头再把山谷中有人类出没的消息告诉萨尔。在解决完雷霆蜥蜴的麻烦后，众人离开了山谷。在离雷霆山不太远的地方，他们又遇见了一个熊猫人酿酒师陈风暴烈酒。陈自称他来自于潘达利亚，云游四方，只为寻找稀有的酿酒材料，所以他想要雷克萨去帮他搜集几位特别的材料，而雷克萨也接下了这位远方来客的任务。这里陈提到自己来自于潘达利亚，其实是有一点小错误的。准确来说，根据官方漫画里的描述，陈并不是潘达利亚的本土熊猫人，而是在迷松岛上长大的熊猫人。在迷松岛上生活的大部分熊猫人与传奇熊猫人流浪一样，都有着冒险精神，而陈也不例外。在来到杜隆塔尔前，陈还游历了艾泽拉斯的不少地方，其中就包括了东部王国的丹莫罗。陈与矮人格瑞姆雷酒发起了一场酿酒比试，不仅如此，他们还邀请了许多矮人共赏美酒，而这场比赛也是魔兽世界中著名节日美酒节的起源。并且在第3次大战时，陈还与麦格尼同居并肩作战过，他被麦格尼称呼为是铁路堡的朋友。再后来，陈还去过一些其他地方旅行。而在当下，陈来到了杜隆塔尔，并遇见了雷克萨等人。而当雷克萨找齐了那些珍稀材料交到陈的手中后，陈现场酿造了美酒。雷克萨从没喝过如此烈性的酒，这让雷克萨直呼陈是不是想要他的命。看来陈的配方还得改良改良。于是他提出跟随雷克萨等人一起冒险游历，说不定在旅程中他就能想到更好的酿酒配方了。雷克萨也欣然同意了陈的入队请求。顺带一提，在魔兽世界的贫瘠之地上，玩家能够在许多地方找到老陈的空酒桶，带着这个空酒桶前往即使城找到一个兽人酿酒师德罗恩，他会问玩家想不想尝尝老陈的雷霆佳酿。原来是老陈把酿酒术一代代传给了他，与沃三一样，只需要玩家帮他搜集一些酿酒材料，他就会酿出老陈的佳酿给玩家品尝。再说回到之前的故事，接下来众人先是回到了奥格瑞玛，将在雷霆山的所见所闻告诉了萨尔。萨尔对人类砍伐森林的行径感到很是困惑，人类首领吉安娜不应该会采取这样的鲁莽之举才对。萨尔表示他会派人去跟进这件事的。雷克萨记起之前与纳兹格雷尔约好要前往边哨站调查，所以他们告别了萨尔，又出发前往了边哨站。在众人抵达边哨站后，副官加索克告诉雷克萨，目前没有发现人类方有什么动向，反倒是附近兽穴里的野猪人异常狂躁。如果雷克萨想调查附近区域里的潜在威胁，远处的地精瞭望塔是个不错的选择。而要抵达瞭望塔，刚好要穿过野猪人的兽穴，所以加索克想请雷克萨帮忙，顺便铲除野猪人。于是雷克萨等一行人来到了兽穴，他们发现在兽穴中不仅有野猪人，还有一些恶魔萨特。话说上次大规模看到萨特还是在冰封王座暗夜战役的第1关，当时伊利丹的手下有一群恶魔萨特，据推测那群萨特是加入了伊利丹的阵营的，在后来的副本黑暗神殿中也可以找到这些萨特。而至于更多的萨特则分布于卡令普多大陆各处，这些萨特有着各自的聚落和各自的领袖，有些萨特聚落仍然与燃烧军团保有联系，而另有些则是独立行动的。但不管是否与燃烧军团有联系，他们都喜欢躲在阴暗的角落，腐化附近区域的土地和生物。结合之前加索克提到的，近期野猪人变得异常凶猛，想必他们极有可能是受到了萨特的腐化影响。在击败了这些萨特后，继续深入，便来到了野猪人的巢穴。雷克萨发现野猪人正在崇拜一种原始的野猪神灵，这里提到的野猪神灵其实就是阿加玛干。看过我之前上古之战视频的朋友，应该对这位荒野众神还有印象。而在解决了这些狂躁的野猪人后，众人穿越洞穴，抵达了瞭望塔附近。通过望远镜，雷克萨发现，在海边出现了许多人类舰船与军队。得知这一情报，雷克萨立刻赶回了奥格瑞玛，将所见到的一切告诉了大酋长萨尔。在雷霆山和海边出现人类的消息，让萨尔感到难以置信。难道吉安娜不顾双方的停战盟约了吗？尽管有诸多疑问涌上心头，但不管怎样，他都不能坐视领土受到威胁。萨尔立刻召唤纳兹格雷尔，指派他与众人一起回到哨站，盯紧人类。如果人类真的对部落展现出敌意与威胁，萨尔允许众人消灭人类。然而，当众人急匆匆赶回哨站时，才发现他们来晚了。人类已经对哨站发动了攻击，并且已经撤离了此地。纳兹格雷尔怒吼着要让人类血债血偿。紧接着，众人顺着人类撤去的足迹追去，一路追到了人类营地附近。这里有双方交战的痕迹。雷克萨注意到人类盾牌上的奇怪徽记，同时人类方也发现了雷克萨等人，双方登时展开了交战。在众人的猛烈进攻下，他们顺带肃清了人类营地。岸边出现的船只证实了，这正是先前雷克萨在望远镜中看到的部队。之后，他们又返回了奥格瑞玛，将所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大酋长，也包括那个船貌似的盾牌徽记。萨尔称赞了战士们的英勇无畏。对于雷克萨提到的奇怪标记，萨尔记得以前在哪里看过那个船锚标记，只是现在一时间想不起来了。此时，洛坎突然想到，如果那些人类是沿海岸线过来的，那回音群岛上的暗毛巨魔就会有危险。
萨尔向洛坎保证不会让巨魔们出事的。紧接着，他便向雷克萨指派了一项紧急任务，乘飞艇前往回音群岛，说服巨魔首领沃金，让巨魔们搬到内陆，从而保证他们的安全。于是，众人乘坐飞艇出发，前往了回音群岛。在见到沃金后，他告诉众人，人类的舰队已经在对巨魔村落发起攻击了。雷克萨随即转述了萨尔的话，应该带族人到大陆上去。沃金听后表示，不是他们不想撤，只是想要安全撤离到内陆，那就必须先想办法端掉敌人的战舰。随后，他便换来了一些擅长搞破坏的巨魔蝙蝠骑士。同时，沃金也使用变形法术，将众人变成了唤醒飞龙，以便他们能够飞行在空中，指挥蝙蝠骑士去摧毁敌人的舰船。果然，按沃金所说，利用蝙蝠骑士的作战优势，他们很快就摧毁了许多的人类舰船。这样一来，巨魔便能乘船回到杜隆塔尔了。接下来，沃金用法术将众人恢复为人形，并请求众人去点燃群岛周围的5座烽火信号盆，借此提示所有巨魔启程驶向大陆方向。话不多说，雷克萨等人又开始了点燃烽火信号的任务。尽管一路上有许多可怖的怪物，但众人还是顺利地点燃了所有的火盆，这使得暗毛巨魔平安乘船回到了大陆。在完成了回音群岛的任务后，众人返回了奥古瑞玛，面见了大局长萨尔。萨尔很高兴众人能够平安归来。紧接着，萨尔又告诉众人，鉴于最近部落与人类的开战，人类要派大使与自己进行谈判。雷克萨听后表示，这肯定是个圈套，于是便提议让自己代替萨尔去赴约。尽管萨尔不认为人类首领吉安娜会设计谋害自己，但雷克萨还是说服了大酋长，由他代替萨尔去出席谈判。当众人抵达会面地点后，人类也随之出现了。人类特使发现来者并不是萨尔，而雷克萨也认出对方不是吉安娜。特使惊讶地表示，怎么会以为是吉安娜？果然，这些人类就是想设圈套埋伏萨尔。现在看来，计划显然是败露了。于是，人类顺水推舟，换出伏兵来杀人灭口。其实，通过先前盾牌上的特殊徽记以及人类特使的话，聪明的观众不难发现，向部落发起攻击的不是吉安娜所领导的人类部队。然而在剧情中，当局缜密，部落方所掌握的情报是，附近区域里出现的人类只有可能是来自吉安娜阵营的，这就为后续的剧情冲突埋下了伏笔。在眼下，那些人类刺客哪里会是雷克萨等人的对手？不一会儿，他们就败下了阵来。雷克萨抓住特使，逼问这次袭击是谁指使的。没想到特使不肯透露任何情报，只是在临死前说着：“你们就要大难临头，这只是个开始。”如此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语。在遭遇了埋伏后，众人立刻将这一情报回报了萨尔。听到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后，萨尔依然不敢相信吉安娜会做出这样的事，所以他打算来一次更为直接的会面。他亲手写了封信给吉安娜，让她对最近的疯狂行径做个解释。因此，他需要众人潜入塞拉摩基地，亲手将信交给吉安娜本人。为了能够尽快抵达塞拉摩，萨尔雇飞艇送众人前往暗毛部族在内陆的新村子。沃金会指引众人抵达塞拉摩的。到这里，额外战役第1章征服大地的剧情就讲完了。这一章主要围绕着雷克萨在机缘巧合下来到萨尔领导的新部落，然后与部落一起开荒建立新家园的故事。过程中，来历不明的人类部队向部落挑起了战争。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萨尔派雷克萨前往了吉安娜所在的塞拉摩。至于后续第2、3章的解说内容，将会放到下期再来为大家讲述，大概也就是下周末的样子。最后还请大家多多点赞支持一下42，分上下期讲述，属实是无奈之举，还请大家多多谅解。好了，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